我来了，朋友们，大活来了，朋友们！哇靠！一款被传统游戏媒体疯狂追捧的所谓神作 ，Steam 的峰值在线人数竟然只有区区的2000多人。就在上周，这个 IGN 直接给出满分10分的游戏，却被玩家疯狂吐槽。先说结论啊 ，Mixtape 混音青春这个游戏，我的看法是，他想表达的价值观，我个人不太认可。但是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部游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配不上满分神作的头衔，甚至有些地方的表达处理的还非常的尴尬。给他打出高分的那些传统游戏媒体，在这件事情上如此脱离群众，可以说是再一次体现了他们对于游戏评测的标准有多么的不客观。所以今天的这期 Light 节目，我想说说我对这部游戏的看法。大家好，我是老九。后面会涉及游戏的剧透啊，所以还请您谨慎观看。OK，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上周我在 YT 直播游玩了这款游戏，我现在是真的希望我没有浪费那个时间，没有浪费那个钱啊！当时的舆论还没有爆发，我一看他这个画风，再一看欧美传统游戏媒体那边的评分这么高，我靠！我这心想，这肯定又是得来大活了呀，这必须得播一下。他又这么便宜，而且还打了9折，于是我直接下单，准备给大家排个雷。有一说一啊，这个游戏一开始那一段从山上顺着公路往下滑滑板的那个开头，其实还挺爽的。不过我是真心不建议你在现实生活中这么干，因为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说个题外话，如果你喜欢这个桥段，我建议你去玩一款育碧的，有一款叫做《极限国度》的这个游戏 Riders Republic， 那个游戏就是极限运动版的地平线，可以合理合法的骑着山地车各种俯冲，非常爽。就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的这些桥段，那个游戏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OK， 有点扯远了，我们拉回来。Mixtape 这个游戏其实说的就是女主角明天就要去纽约闯荡了，今天是她在家乡待的最后一晚，所以她准备和她的2个死党玩一波大的。要办一个超大的 party， 对吧？在玩之前啊，我还寻思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点这个宿醉这个电影第1部的这个感觉。后来我发现啊，我纯是想多了。当我们来到女主角的家，游戏让我们做的就是根据提示翻看各种女主人房间中能够触发回忆的物品。结果第一个回忆就让我直接震惊了，她翻到了一张她前男友的磁带，然后就触发了关于恋爱的回忆。但是这个回忆也是够可以的。算了，我啥也不说了，你们直接自己看吧。What the hell, man？ 是不是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我来了，朋友们，大活来了，朋友们！哇靠！这就是这就是那个什么？这就是名场面！我天，这什么？我现在只是在晃动鼠标哈，我不知道我在干啥。这一上来就整了一个大活啊，让我真的是有些不知所措。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个直播还能不能进行下去了，会不会被封什么的。不过后来啊，我这个直播差点真的就被封了，原因是什么我放在后面说。然后第2个回忆呢，就是这个著名的不需要操作的超市推车逃跑的环节。背景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前开 party 开到一半，警察来了想要逃跑，结果其中一个女孩子 Cassandra 喝多了，情急之下他们就把喝得烂醉的 Cassandra 塞进了一辆超市的购物车，然后推着她从坡上往下冲。我一开始啊还煞有介事的躲避障碍物什么的，后来发现这里其实根本不需要操作就能通关。紧接着就来到了第3个回忆，就是他们3个人无视交通规则，在车里一边大声放音乐，一边摇头晃脑，而你能做的唯一互动就是跟着节奏按键。你其实可以瞎按或者不按也无所谓，因为你这样一样也能通关。都说事不过3啊，玩到这里我就隐隐有一种这个游戏不会就是那种一直在这儿跟我回忆的这种玩法吧？不会就是那种在房间里找关键物品进入回忆出来，然后再去找下一个关键物品的这种玩法循环吧。后来我发现啊，它其实就是这个套路。主角的房间搜完了，就要去隔壁姐姐的房间，然后紧接着再去 Cassandra 的房间，最后再去这个男发小的房间，然后中间再给你插一些小插曲什么的。不过说到这个 Cassandra，我就不得不提这部作品里面 Cassandra 他爸爸的这个角色了。人家的爸爸呢是一个警察，工作认真且非常的有原则，但是在游戏中呢，他却被描绘成了反派。我先来给你们细数一下这位所谓的反派都干了些什么坏事啊。作为一个警察，他在做警察该做的事，发现非法派对就决定要去驱散，顺路还通知了一下其他的家长，今晚有情况让孩子们不要出门，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作为一个父亲，
他在做父亲该做的事。他不让未成年的女儿出去喝酒闹事，因为他认为他现在交的这帮朋友老是带他惹麻烦。我觉得这两条都非常的合情合理，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他这个警察爸爸怀疑 Stacy 对他的女儿带来的坏影响，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游戏里有一段回忆明确的交代过 Cassandra 曾经替 Stacy 背过锅，当时他们只是看校长不爽就朝着校长的房子丢卷纸，结果被校长抓了个正着， Cassandra 却站出来承担了所有的后果。然后游戏里有一段 Cassandra 打棒球的回忆，他是一个天才击球手，从小拿奖拿到手软。你仔细想想，能练到这个程度，能拿这么多的奖，背后是多少年的心血和时间啊！而且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付出，他父母肯定也为之付出了很多。但是游戏里是怎么呈现这件事情的呢？这个游戏非要暗示 Cassandra 打棒球打得这么棒的情况下，这却并不是 Cassandra 真正热爱的东西，都是父母从小逼他上的兴趣班，强迫出来的成绩，跟他的内心毫无关系。好，就算我们接受这个设定啊，如果说 Cassandra 发现了能够让自己为之热爱的其他爱好，放弃棒球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对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热爱，你是很难成功的。可结果却是，就因为看到了主角所谓的对音乐的热爱，然后他就突然决定非要放弃自己的棒球生涯，硬要跑去跟这帮人鬼混。你说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他爹啊，你能不生气吗？所以说这位父亲的判断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准确的，但是在这个游戏的叙事框架里面，这个爸爸他就成了阻碍女儿追求自由的大反派。后来在最终的那个大派对开始之前，还有一段 Stacy 和 Cassandra 吵架的剧情，说白了就是那种你跟他玩就不要跟我玩，因为我看他不爽的俗套戏嘛。最后 Stacy 帮助 Cassandra 成功躲避了老爹，两个人才重归于好。而就在这小段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刚开始吵架的时候，有一段尬到不行的剧情展开，就是他俩吵架了，结果 Stacy 直接戴上耳机， Cassandra 问他你干嘛呢，然后 Stacy 就开始了科普。我想说谁生气吵架的时候会干这种事情啊，我都不知道该咋形容看到这一段时候的那种尴尬的感觉。哎呀，不多说了，你们自己看吧。What are you doing? I'm listening to Roads by Portishead from their debut album. It's kind of hollow, haunting, long stretches of electric piano, because I honestly don't know what song to play. Have fun hanging out with Camille Cole. 其实这个游戏啊，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突兀的设定，那就是主角 Stacy 是可以打破第四道墙的，他会时不时的自说自话，和观众解释一些有的没的。我一直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生硬，我理解制作组是想模仿青春电影里面那种主角对着镜头独白的感觉，但问题是那些电影里面的独白是有信息量的，是在推进叙事的，而这个游戏里面的独白更多的时候就是 Stacy 在那儿自我感觉良好，说一些听起来很文艺，但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话。最后再来说说这个最后的大 party 啊，也就是一帮年轻人喝喝酒聊聊天，然后烟花一个不小心就把开 party 的小木屋给点着了，最后把警察给招来了。 Cassandra 他爸就是带头冲过来的警察，然后这个游戏啊就迎来了他最后的高潮。只见 Cassandra 走上前啊，当着他爸爸的面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独白啊，大意就是啊，我有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被你控制，我要做我自己。游戏用了非常煽情的运镜，非常饱满的配乐，把这一段话烘托的像是一个少女在向整个世界宣战，像是人类史上某一次伟大的独立宣言。然而我在屏幕前看着，心里面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争取的到底是什么权利呢？是去参加非法派对的权利，还是未成年人喝酒的权利呢？又或者是继续跟一帮把你带去丢卷纸、被警察追、差点引发森林大火的朋友混在一起的权利呢？如此空洞的理由啊，这个游戏硬是把它包装成了一场关于自由与压迫的终极对决。然后他的这个警察老爸就沉默了一下，说：“好，你去吧，在其他警察来之前赶紧走。”你看他让步了。这个所谓的大反派在女儿说完这番话之后，不仅没有坚持原则，还帮他逃跑。这个游戏想让你为这一幕鼓掌，让你觉得这是父女之间的和解与解释，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一直在做正确事情的父亲，最后被游戏强行逼着认输，就因为女儿说了几句听起来很有力量的空话。这就是这款游戏的价值观，那就是只要你足够叛逆，只要你把我要做自己这几个字说得够响亮啊，那你就赢了。至于你在反抗什
什么，为什么反抗，值不值得反抗啊，那些都不重要。游戏中的音乐据说非常好，这一点我不否认。不过作为一个17岁之前都在中国长大的人，那些80、90年代的美国经典老歌对我来说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共鸣。但我可以理解，对于那些在这些音乐里长大的人来说，光是听到这些经典老歌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不过这在我眼中恰恰也是这款游戏的问题所在，那就是这个游戏全是靠音乐撑着的。如果你把音乐抽掉，它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不需要操作的滑板关卡，是摇头拍车的小游戏，是操作摇杆去撞货架，是一个逻辑站不住脚的父亲反派，以及一大堆无聊的回忆。这次欧美的传统游戏媒体集体打满分，我觉得是有共性的。这一批评测的人很可能就是那种从小就看独立电影、听另类音乐，在学校演话剧的人。用一个不太好听但是很准确的词来形容，他们就是 theater kids， 就是那种剧院小孩。放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可能就是那种特别注重仪式感的文艺青年。这一类人对氛围和情绪的敏感度极高，只要一首歌在对的时刻响起，他们就会原谅这个作品所有的缺陷。但是问题却是，你作为一个给大众打分的评测者，你是需要站在大众的角度上去审视一款游戏的。你的个人审美可以存在，但它不应该凌驾于你的职业判断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像 IGN 这样的传统游戏媒体啊，反而慢慢的变成了买不买游戏的反向指标。玩家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那就是如果 IGN 给了9分，给了10分啊，那这款游戏它不一定好玩，而且有很大的概率是一款正确大作。反而如果 IGN 给一款游戏打了6分，打了7分，那么这款游戏很有可能就是一部神作。玩家会有这种感觉，这个现象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当一家媒体的评分和大众体验之间的偏差大到可以被当作规律来使用，那么这个评分体系本身就已经失去意义了。后来还有很多传统游戏媒体啊，还在那儿发文诋毁玩家，说什么哦，你们玩家不懂艺术，这不是玩家不懂欣赏艺术好吗？这是你们自身信任的崩塌。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多说一句，那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音乐全是版权音乐，那些经典老歌的版权费用是什么级别，业内人都清楚。一个独立游戏工作室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一口气买下这么多首版权曲目的？后来我发现啊，这个游戏的发行商，他背后的老板叫做 Megan Ellison， 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他爹的名字你一定听过， Larry Ellison。他是谁呢？他就是甲骨文 Oracle 的联合创始人，全球的顶级富豪之一。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些版权音乐可能根本就不要钱，单纯就是卖他爸一个面子。这其实就解释了很多事情了。就比如说传统游戏媒体的很多评测者都收到了来自这家发行商的超级大礼包。不过就算这个游戏的后台再硬， Steam 峰值的2000多人是没有办法用钱和人脉解决的。你可以搞来最贵的版权音乐，可以请来最好的公关团队，可以让传统游戏媒体打出满分，但是玩家用脚投票这件事情是买不到的。这些版权音乐对我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啊，就是我在 YT 直播的途中被平台给警告了，差点给中断了。我靠！虽然后来顺利的播完了，但是在播完之后，平台却告诉我，你整个直播一共检测到22处版权音乐，然后我花了整整2天时间，才把录播里面所有标记的段落全部消音处理完。所以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在直播生态里是完全残缺的。这个游戏啊，说白了就是一部2个半小时的无聊电影。如果说你有渠道能够看到那种带音乐的游玩全程，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买。不过说如果你感兴趣，你又是在 YT 上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我会把消音处理过的全流程录播链接放在我这个简介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OK，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 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